它是以争夺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而爆发的持续10年的战争。它出现了一个神话一般的计谋，它诞生了一句流传千年的名言，它就是特洛伊战争。做视频不易，求观众老爷们点个赞，小编跪谢。根据古希腊神话荷马史诗记载，相传在公元前13世纪，据说斯巴达国王廷达柔斯有4个孩子，其中一个名叫海伦的孩子从小便是一个美人胚子。长大之后，海伦更是美貌绝伦，被认为是希腊最美丽的姑娘，迷倒千万希腊贵族子弟，就连英雄特修斯都试图劫走她。但是爱情毕竟只属于一个人，为了公平竞争，也为了保护海伦，争执不下的追求者们最终达成了协议，让海伦自己挑选另一半。追求者们必须发誓尊重她的选择，而且要在海伦的丈夫有难时全力帮助她。通过掷戒指的方式，伊利斯国王阿特柔斯的儿子英俊的莫涅伊斯被海伦选中结婚。而在廷达柔斯死后，莫涅伊斯便做了国王，两人更是相亲相爱，成为一对羡煞旁人的幸福夫妻。之后的某一天，特洛伊国王的儿子帕里斯前来探访莫涅伊斯。特洛伊是小亚细亚半岛上的一个小国，它与希腊隔海相望。莫涅伊斯因有事需要外出，便嘱咐海伦要好好招待。但是帕里斯不仅风度翩翩，气质出众，而且很会说话，很讨女人喜欢。年轻的王后海伦或许是没有体会过爱情的滋味，便对其一见钟情。经过帕里斯的诱惑之后，竟然甘愿出轨，随着帕里斯一起逃回了特洛伊城。抱得美人归的帕里斯还掠走了王宫中的大量财物，不仅给大名鼎鼎的斯巴达国王戴了顶绿帽子，还财色双收。回国之后的斯巴达国王莫涅伊斯听闻此信，是勃然大怒，夺妻之仇可谓是不共戴天。自知这是极大的耻辱，二话不说便直接找上了麦西城的国王阿伽门农，也就是他的哥哥，帮助他报仇。阿伽门农与莫涅伊斯决定召集起当年起事的粉丝团，用武力消灭特洛伊国。随后阿伽门农利用自己的希腊霸主身份，广发英雄帖，集结力量，召集的粉丝们一致通过了干掉帕里斯、拯救海伦的女神夺回计划。阿伽门农当即被推选为统帅。此后不久，女神联军便率领着拥有1000条战舰的庞大舰队，气势汹汹地跨过爱琴海，向特洛伊进发。历经1000年不衰的特洛伊战争就此爆发。但是希腊人的迷信早已被世人皆知，他们对神的痴迷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为了给战争的爆发找个好的借口，于是出于对神的憧憬，他们理所应当的也给特洛伊战争的发生编造了一个美丽的神话。在希腊人的神话中，在凡人英雄珀留斯和海洋女神忒提斯的婚礼上，邀请了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宴会本来是很和谐的，到处洋溢着喜悦的氛围。但是厄运突然降临，没有受邀的不和女神面色难堪地来到婚礼上。想想也是，喜庆的婚礼邀请不和女神本身就不妥。他把一个金苹果扔在了桌子上，上面刻着给最美丽的女神。果不其然，金苹果很快引发了争端。爱美是女人的天性，纵然是女神也逃不过。婚礼上的女神们都想得到金苹果，从而获得最美女神这一虚名。为了解决纷争，诸神之王宙斯说可以去特洛伊请一个叫帕里斯的牧羊人来裁决。3大女神都给了帕里斯做了承诺，赫拉答应给他至高无上的权力，智慧女神雅典娜要给他最聪明的头脑，而爱情与美丽的女神阿弗罗狄特则要给他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子做妻。不爱江山只爱美人的帕里斯最终把金苹果给了阿弗罗狄特，而牧羊人的真实身份就是特洛伊国的王子帕里斯。有了爱情女神的帮助，帕里斯轻而易举的就拐走了当时最美的女子，也就是斯巴达的王后海伦，也就因此爆发了希腊与特洛伊之间的战争。言归正传，由希腊组织的女神联军跨海攻打特洛伊城，但是特洛伊的城墙非常高大而且坚固，加上特洛伊人民的拼死抵抗，特洛伊战事持续了9年还没有结束。终于到了第10个年头，希腊联军中的一位将领奥德修斯献上了一条计谋。之后的一天清晨很是怪异，特洛伊人突然发现希腊联军的舰队突然撤退了，持续10年每天都你死我活的战场突然之间变得平静下来。特洛伊人
以为终于打败了希腊，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他们欢呼着跑到城外庆祝，却发现希腊人在撤离的海滩上有一只巨大的木马。特洛伊人好奇地将木马团团围住，没有人知道这木马是干什么用的。有人认为这是战胜希腊的见证，提议把它拉进城里；也有人认为希腊人留下的一定不是什么吉利的东西，建议把它烧掉或者推进海里。正在议论纷纷之时，特洛伊人俘虏了一个希腊人，他被带到特洛伊国王前。这个希腊人告诉特洛伊人说，这个巨大的木马是希腊用来祭祀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希腊人认为留下它，特洛伊人一定会把木马毁掉，就会招致天神的愤怒。但是如果特洛伊人把木马带入城中，木马就会给特洛伊带来神的赐福。所以希腊人故意把木马建得如此巨大，就是为了避免木马为特洛伊带来庇护。特洛伊国王迷信地认为这一定是真的，但是正准备把木马拉进城时，特洛伊的祭司拉奥孔前来阻止，并且要求把木马毁掉。说完便自己首先行动，拿起长矛刺向木马。谁知木马竟然发出令人恐惧的声音，好像是在召唤什么。随后从海里窜出2条巨大的蛇，扑向拉奥孔和他的2个儿子。拉奥孔和他的儿子虽然跟蛇殊死搏斗，但因为其微弱的力量，很快就被蛇杀死了。然后2条巨蛇不紧不慢地钻到了雅典娜女神的雕像下消失了。被俘虏的希腊人解释道，这是因为他想烧毁献给女神的礼物，所以天神的惩罚降临了。被吓坏的特洛伊人无人敢质疑了，马上把围墙拆掉，将木马拉进了城里。当天晚上，特洛伊人举行了盛大的晚会，一个个都醉得不省人事，做着胜利的美梦，根本无人戒备。到了深夜，一片寂静。被俘虏的希腊人其实是间谍，他来到木马边，用事先约定好的暗号，藏在木马中的希腊士兵一个又一个地跳了出来。他们趁夜袭击城门，杀死了睡梦中的守军，打开城门，并且在城里四处点火。特洛伊城马上混乱起来。随即，隐藏在城外的希腊联军见状，迅速出击，占领了特洛伊城。希腊联军对占领后的特洛伊城进行了屠城，海伦也被莫涅伊斯带回了希腊。持续10年的特洛伊战争终于结束。特洛伊战争是古希腊迈锡尼文明时代末期亚该亚人与小亚细亚西海岸的特洛伊城邦之间的一场战争，其真实性在19世纪后期才被证实。而特洛伊木马计从军事的角度看，其实就是一种疑心计。这种打入敌人心脏的战术，也是瞒天过海的一种真实体现。而特洛伊战争也诞生了"当心希腊人造的礼物"这一名言流传于世，它警惕人们防止被敌人的伪装欺骗，使敌人钻进自己的心脏。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加评论，我们下期再见。